这是蒙古国，这是隶属于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两者都是蒙古，但为什么分裂了？这一期视频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聊聊为什么有两个蒙古。我们将从3个小问题着手，抽丝剥茧的还原历史真相。如同所有的地名都是历史积累出来的地理概念，不是一些人甚至一代人不同意就能抹灭的。蒙古亦复如是，赋予地名内涵的是人，所以想要回答什么是蒙古、蒙古在哪里的问题，必须要先了解的是哪些人自称蒙古。蒙古作为一政治地理概念，最早出现在8世纪，也就是唐代的汉文史料当中。蒙古又称鞑靼，在突厥系帝国与北亚急剧衰弱以后，鞑靼人崛起。最初，蒙古人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北部，一路向东至大兴安岭。然而，突厥衰弱后，辽帝国成为这一区域的绝对霸主。契丹人向南进攻宋帝国，向北攻打鞑靼部落，直至12世纪，女真人的金国崛起，开始蚕食衰弱的辽帝国。1127年，女真军队击败辽国，立即兴兵南下，灭了北宋，成为东亚大陆上新的霸主。然而，女真人没意识到的是，位于更北边的蒙古诸部落也逐渐迈向统一，未来将带来巨大的威胁。1206年，蒙古乞颜部落的少主博尔只金铁木真统一了厮杀数百年的蒙古部落。铁木真自号成吉思汗，意指宇宙的统治者，并成立新国，名为 Yakh Mongol Ulus， 也就是大蒙古国。至此，蒙古这一概念正式站上历史的舞台。成吉思汗及其儿子们东征西讨，将大蒙古国的触角延伸到欧亚大陆的四方。1279年，花费了40余年，大蒙古国才最终灭了南宋。当时，蒙古帝国的版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没有之一。然而好景不长，大蒙古国迅速分裂成4大汗国，统治中国地区的大元也于1368年被朱元璋的明军驱逐到长城以北。蒙古权贵逃回老家蒙古高原，史书中一般称北元。往后于1388年，北元政权瓦解，蒙古诸部再度陷入分裂局势，一分为2，分别是东边的鞑靼与西边的瓦剌。虽然处于分裂局势，但由于黄金家族的崛起而凝聚出蒙古人的身份认同持续存在。讲到这里，你或许会怀疑，为什么现代的蒙古是分为南北2部分，而不是明代的东西蒙古呢？没错，分成南北的内外蒙古是一很新的政治地理概念。对南方的明帝国而言，北方是一群蒙古部落，或称鞑靼人，但没有内外蒙古的概念。另一方面，对当时蒙古自己而言，也没有内外一说，他们主要看的是你来自哪个部落，有没有黄金家族或其他贵族的族谱，也无内外蒙古一说。那究竟分成南北方向的内外蒙古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内外之分的出现与一支既非汉亦非蒙古的人群有关，那就是满洲人。16世纪末，满洲人崛起于东亚大陆的东北地区。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当时分裂的女真部落。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国，成为蒙古邦联和大明难以轻视的新兴力量。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共主，也是最后一位掌握实权的蒙古大汗，是出生于今天内蒙察哈尔部落的林丹汗。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在民国时期绘制的清帝国地图，可以注意到这是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往东这一大片都是统一的后金国，也就是后来的大清国。但两者中间有诸多东蒙古部落，其中最大的是科尔沁。在那个时间点，统一女真部落的后金国越来越强大，靠近满洲的科尔沁部落开始与女真人越走越近。作为蒙古共主的察哈尔部对此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蒙古与后金之间的冲突浮上了台面。1619年，努尔哈赤率军击败林丹汗，将察哈尔势力堵住。努尔哈赤去世以后，新即位的皇太极更加卖力地与东蒙古诸部进行通婚，试图孤立蒙古共主林丹汗。最终，在1635年，察哈尔也受不了了，林丹汗的儿子儿则向满洲人臣服，皇太极将女儿嫁给儿则，并册封为察哈尔亲王。察哈尔部被编入满洲人主导的八旗系统。1636年，东蒙古大大小小的部落齐聚盛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共同推崇皇太极为大汗。为了有效管理这一批率先投靠满人的东蒙古贵族，于同年大清成立蒙古衙门，也就是后来的理藩院。在理藩院的系统中，这批最早归附满清的东蒙古部落被称为内札萨克蒙古。他们的整个
政治、社会甚至经济秩序皆融入了八旗体制，但他们不是满洲八旗，而是蒙古八旗。这些内蒙古贵族能够担任军事职位，但是满清很高程度的控制着这些部落，各种大小事情皆需得到满人的同意才行。与内扎萨克蒙古相对的是外扎萨克。所谓的外扎萨克蒙古不完全等同于今天外蒙古的概念。在清代时的外蒙古，除了不包含内蒙古24部，其余像是喀尔喀四部以及青海、新疆、西藏等世袭王公，皆属外扎萨克这一范畴。外扎萨克不同于内蒙古的八旗制度，每个部落仍保留世袭领主，也就是扎萨克。换句话说，满清允许外藩蒙古保有原来的贵族世袭体制，例如喀尔喀四部仍有皇军家族博尔济金氏的后代控制着，回部、青海蒙古、西藏等地也保留自己原本的体制。满清只是在这些地方会再派办事大臣或将军都统过去，但基本上他们只管军政，不太插手各部其他事务。细心的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今天概念的外蒙古约莫只等同于喀尔喀四部呢？既然青海蒙古也是蒙古，为什么后来的外蒙古没包含青海呢？这个问题非常好。事实上，除了青海蒙古以外，还有另外一支可能更知名的蒙古部落，生存于戈壁沙漠的西边，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哈萨克斯坦一带，那就是准噶尔蒙古。18世纪中叶，大清灭了准噶尔汗国后，这一大块区域也被纳入外扎萨克，但几乎没有蒙古扎萨克存在于新疆，清一色是维吾尔扎萨克。所以实际上，在大清制度下的外扎萨克并非单纯是蒙古而已，还包含了许许多多维吾尔的回部王公以及西藏贵族。所以你很难说外扎萨克都是蒙古人，甚至即使是蒙古人，他的生活、宗教体制也与内蒙古和喀尔喀四部很不一样。例如，青海蒙古虽然从族谱的角度，这些人也是蒙古人，但他们的西藏化程度相当的高，所以虽然他们也自称蒙古人，但生活习惯、宗教方面其实更接近于西藏。因而在外蒙的喀尔喀四部眼中，这批人跟他们不是一伙的。而准噶尔的状况又更复杂。1759年，准噶尔汗国被大清歼灭，满人屠杀准噶尔蒙古人。为了制衡准噶尔的影响力，满清想到的法子是提高当地维吾尔回部王公的地位，直接导致了蒙古族在新疆的影响力变成零。这是为什么有些学者主张，虽然穆斯林长期存在于新疆地区，但这个地区的伊斯兰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大清灭了统治阶级的准噶尔蒙古，伊斯兰才因而得到制度性的保护。这段历史非常复杂，不是我在这边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们先略过不谈，回到内外蒙古的问题上。我们有了这样的理解后，就能知道清代蒙古实际上分为4部，只是内蒙古24部与外蒙古4部的重要性更强一些，但绝非蒙古人只存在于这2个地区。然而，说到内外蒙古的区别，除了社会政治体制的不同之外，两者的宗教也不尽相同。虽然内外蒙古的主要信仰就是藏传佛教，但2个地区都各自有活佛。喀尔喀四部尊奉的活佛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这位活佛于1651年得到西藏达赖喇嘛的承认。40年后，满洲皇帝康熙帝也册封哲布尊活佛为呼图克图大喇嘛，掌管外蒙喀尔喀部的宗教事务。内蒙方面，其活佛称为张家呼图克图，其实也是在差不多同时期，张家活佛也被康熙帝册封为扎萨克喇嘛，主管内蒙古的宗教事务。哲布尊活佛至今在蒙古国已到了第10世，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乃蒙古国的宗教领袖。但内蒙的张家活佛在1949年后随国民政府来台，并于1957年圆寂。据传言，7世张家曾说，国民政府为反攻大陆前不再投胎转世。如果你今天去台北北投综合禅寺，你能观察到第7世张家的墓园。但有趣的是，达赖喇嘛却在1998年说他在印度找到了第8世张家活佛，但未曾受到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追本溯源起来，这一切复杂的情况根源于清代。在大清的政治宗教体制之下，内蒙古与外蒙古产生区别，但两者还不是完全分割开来的不同个体。毕竟当时的内外蒙古都是满洲人帝国的一部分。虽然内蒙古在清代已经开始有了汉人进入，但满清的总体国策是蒙汉分治，蒙古地区和汉地之间的交流非常少。即使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清廷时不时开放边境，让汉人到蒙古开垦，但规模都不大。满人坐稳2大族群中间的中介，其权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巨大强化。然而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直接造成内外蒙古在政治上分道扬镳。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成立。2月12日，清帝发表退位诏书，明确表示将清帝国皇帝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换言之，不止爱新觉罗氏退位，这份诏书还明确表示，中国将由帝制转变为共和体制，而继承了大清的新共和国，名叫中华民国。然而，外蒙古精英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就开始搞独立运动。1901年，清政府宣布展开新政，力图将蒙古地区纳入帝国的行省制度之中。此举意味着大清不再优待蒙古地区，而是必须自行负担地方的政府开销。新政引起不少蒙古贵族的不满，但当时的蒙古人没有办法。直到1905年，他们才在外面找到新的合作对象，那就是俄国人。日俄战争中，虽然俄罗斯帝国被日本帝国击败，但日俄双方之后所签的友好条约中确认了外蒙古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蒙古王公开始向俄罗斯寻求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援助，积极寻求独立。1911年12月29日，在俄罗斯的经援之下，卡尔喀蒙古的宗教领袖哲布尊活佛八世宣布大蒙古国独立，自居蒙古大汗。1912年1月，俄罗斯帝国的军队进入外蒙，同时也有不少内蒙贵族骑兵响应蒙古国独立。然而，当时内蒙是否加入蒙古国的关键因素是其宗教领袖张家想。张家活佛很快决定，内蒙古不加入外蒙的独立行列。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如同清帝国一般，承认张家活佛在内蒙的领导地位。袁世凯答应张家，新的共和国会给予过去清帝国答应内蒙的一切优待条件。对袁世凯来说，以汉人为中心的共和体制不足以说服边疆地区继续留在中华民国国内，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袁世凯之所以最终选择称帝，也不完全是私心，而是希望透过回到皇帝制度来缓和边疆地区的离心力。虽然洪宪帝制很快失败，但并不妨碍北洋政府持续试图控制蒙古地区。当时陷入欧洲战场泥淖的俄罗斯帝国已经无力顾及远东事务，停止支持蒙古的独立运动。1918年，皖系的西边边防军司令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逼迫外蒙撤销自治。但随着苏联推翻帝制，俄罗斯势力再次回到外蒙。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属于皖系的徐树铮率军回到中原，外蒙的军事出现全力真空。哲布尊活佛再次宣布蒙古国独立，并将苏联势力引入。这一次，他们建立起亲共的君主立宪体制。1924年，哲布尊活佛去世，蒙古左派协同第三国际一起推翻君主制，改行共产主义。然而，外蒙混乱的1020年代中，内蒙古妥妥的与中华民国政府合作。北洋政府掌权期间，开设察哈尔、绥远、热河等3大特别行政区，持续推动晚清新政以来的移民实边。虽然大进入内蒙古地方，但他们都是来帮蒙古的传统贵族打工的，所以实际上蒙古贵族的实力得到很大的提升。然而，随着1928年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北伐，名义上统一全国，建都南京，立即着手将内蒙地区划为行省的计划。热河、察哈尔、绥远都升格为省，南京政府希望由中央直接控制边疆地区。一如我们在清末新政所看到的那样，中央化的政策遭到内蒙贵族的强烈反弹，要求国民政府放弃中央集权，承认内蒙古的自治地位。这使得内蒙古精英如云王、德王等人已多少意识到南京政府不同于北洋政府的野心，希望寻求一个更一体化的中国。于是，内蒙领导人向在中国东北影响力剧增的日本关东军寻求帮助。1931年918事变爆发，关东军全面占领满洲。2年后，1933年，关东军进犯热河省，并将其并入满洲国。直到1937年，整个内蒙古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国的建政与日本和俄罗斯介入蒙古地区，使得内外蒙古在政治上的分裂越走越远。1945年二战结束，内外蒙的分裂局势消失了，苏联红军全面占领了不止东北，还有整个外蒙、内蒙都在其军事力量的笼罩之下。在这个条件下，内外蒙的统一再次出现奇迹。双方的精英都希望2个蒙古统一。然而，内外蒙的统一契机被苏联最高领导人史达林一手掐掉。史达林担心统一的蒙古会在苏联境内引发泛蒙古主义的分离运动。事实上，除了中国和蒙古国之外，俄罗斯是拥有最多蒙古族人口的国家。西伯利亚南边的卡尔梅克，蒙古国北边的布里亚特，都是以蒙古人为主的地区。
即使俄罗斯从帝制转变为共产主义政权，乃至今天的俄罗斯共和国，都反对任何形式的泛蒙古分离主义。在冷战的环境之下，蒙古必须维持分裂。实际上，整个国共内战期间，内蒙古的领导人多次向外蒙古申请加入，全部遭蒙古国否决。不是外蒙不愿意，而是蒙古国的老大哥史达林不同意。民族自觉从来都是场骗局，大国才是硬道理。总而言之，世上所有的东西，无论独立、统一，亦或是存在或不存在，皆是历史积累的结果，不随个人意志的变化。蒙古的出现源自于成吉思汗家族在13世纪的巨大成功，但不到100年内，大蒙古帝国陷入分裂与衰弱。分裂的蒙古虽然依旧强大，但逐渐的其地位被另外一群同样强大但更加狡猾的满洲人所取代。在满清治下，内外蒙古透过制度而逐渐定型，但两者的分裂转捩点是在1912年满洲皇帝退位，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华民国建政以后，内蒙的活佛与中国乃至后来的日本帝国合作，外蒙的活佛则与俄罗斯紧密绑在一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内蒙与外蒙的统一契机再次出现，但在大国的政治游戏中灰飞烟灭，民族自觉从不存在，只有大国说了算。